大家好，我是吳健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叫 Eloka AI Agent， 大家一定要試着看看怎麼樣透過這件事情去做這個事情。你看啊，這是一個幼兒園擴建案，那當然我們虛擬的一個基地去做了一些事情，你可以快速看到 Eloka 快速的幫我們把所有的內容串接起來，平面、立面、左面、後視全部都串在一起。先跟各位講，我都沒有動手，完全沒有動手，我就透過 Cloud Agent 去解決這個事情。先姑且不論它的真實性、審核性，怎麼把這件事 run 起来，很值得讓大家試。我們現在就來開始。在開始之前呢，我們先理解一下這個界面的關係。你看，這叫 Eloka， 這是一個在美國的企業家完成的內容。當然很有幸的，我跟他是認識的，所以他做出這個成果的時候，說第一輪獲得了$1300萬的這個天使投資。重點不是說他獲得多少投資，而是因為他這裡面所帶動的事情是，他把我們建築設計、室內設計，尤其建築設計，他在過往傳統要做很多變化的事情，直接很簡單的在網頁上面就可以拿來做處理。那也剛剛好，它是網頁的處理，我就在想，那如果有網頁處理，那我有沒有機會就透過現在 Cloud 最新的 Cloud 的網頁控制的模式去完成它呢？接下來就把這个工作都串起來。既然這件事應該可行，那可行的狀況之下，我們該怎麼做？我們就來做這件事。所以我就很乾淨的透過 Cloud 去處理這個事情。那怎麼處理它的呢？在做這個內容的時候呢，你必須要很清楚知道說，我今天打算要做什麼事情。那各位可以快速看到這個內容，就是我們從開始去讓這個事情的時候怎麼做的。第一個我跟他講完這個東西，那我們一定要先去做綱要了。那這個綱要會把這個綱要的內容把它整理給大家。那綱要完之後呢，我們會確認說要它控制我們的瀏覽器，所以你必須要在 Cloud 裡面的這個 Cowork 去做這個事情。Cowork 做這件事情，它才能夠真的幫你接手去做這個東西，然後它可以說，那我必須跟各位講這個 Eloka 它有它的一些門檻。這個門檻呢，不是來自於說它的操作，而是來自於你必須要有建築設計的一些門檻。你要有建築設計的知識，你必須要有建築設計的法規，你必須要清楚知道什麼叫做地界線，什麼叫做外牆，什麼叫做牆、樓板等等這些的一些組合內容。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東西。但透過 AI， 它會自己去讀它的界面，然後讀完之後，你看我跟他講的內容，他就可以做事情。然後我跟他一開始在溝通的時候講，他會跟我來回對話，所以做了很多事情。那我們快速的往後帶到他大概懂了之後，你看他開始在做這個平面，他開始知道怎麼做事情。所以你看我不但讓他做出第一個方案來，我們還做出2個方案對照。所以你看，他透過我們給他的一些重要的指令，就可以自己產出這個模型來。那這個模型呢，你是可以在裡面看到一些界面的。那我們是這個界面完成之後，我們看一下它的上頁。所以它也有平面它各層的平面都是有的。你看在這個地方，1樓、2樓、3樓，而且它不止這樣，它一樓的含家具的，2樓含家具的都可以看得到，到4樓。那當然你是可以去調整它的譬如說我現在在2樓這個方案裡頭，我覺得這個牆看起來不太合理，那我就要去找到這道牆，然後去解決它。你看，我就可以進去裡面修改它。修改這件事情呢，其實是你要去加的。比如說我也可以在這裡面再加一套牆，比如說我想跟加到隔間，我就把它接過來。這個接過來的時候呢，這個牆必須要給它一個，你看它有是 standard wall， 還有 facade wall， 對不對？那你可以直接在這裡去把它給接上去，然後在這接上去之後呢，你跟他講，我這邊主要去長一道牆出來，那麼他在這裡面呢，他就會去處理這個事情。那除此之外，你還可以怎麼樣？你跟他講說，你可以用中文說好，不一定要英文。跟他請將我畫的2條線變為實牆。他就會去觀察說，你現在畫的哪樣的什麼地方？你也可以扣給他，然後他就會去想。所以在 Eloka 上面本身就有一個對話的機制了，你可以跟他對話。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機制，因為我透過這個機制呢，我讓 Cloud 去控制它的時候，不是用滑鼠的邏輯去控制它，而是它透過這個它已經內建的這個 AI 機制，它跟它溝通，再由裡面的 AI 機制去創造這個內容。你看我剛剛寫的這個私訊就是這個內容。那當然你看它可能給的有點不太對因為它跑掉了，它跑成別的東西，但你可以調整它。
它很方便，它調完之後它馬上就有尺寸。當然這裡面有廁所所以我覺得廁所不行了，你一定要把它封起來嘛，所以這邊就會有。同理可知，你就知道說我這樣做完之後，其實它的這個平面圖跟剖面圖還有立面圖跟着更新。但最重要的來了，你看我們剛剛做的這個動作的時候，它其實會透過原來已經有的內容去做分割，然後並且 render， 所以這張圖是 render 出來的。它透過它自己的 render 模式去表現出它的內容。往下，它再把各項的立面去抓。當然必須跟各位說，我的測試很單純我就是直接用安藤忠雄的這個設計樣式給他學習，讓他直接去試試看怎麼樣去做這個處理，然後再往下看，他就會開始生成出一些比較有趣的，那叫着色圖，很擬真的模擬圖。你看它各項的剖面，包括樓梯的大樣，都讓它生出來了。你看這邊因為我要讓他做這個事情，那Eloka我覺得它有個很好玩的地方，就是它其實在試圖的讓你的界面有點像 OneNote 一樣，直接可以整個去做成一個簡報的內容。我們試了幾個專案之後，發現像這個是它本來就已經做好的案例。你看這個案例，它就可以排版成一個蠻好的樣子，包括這邊就會有一些內容可以去講，然後 render 的品質也都還蠻好的，所以你在跟客戶溝通的時候就很方便。那我們再來看，就是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，我們現在做的這個內容，那各位想說我還要自己排版？沒有我跟各位說，排版也是 AI 的 agent 幫我做出來的，不是我做的所以這兩個組合就變得很重要。我用 AI 去做這個事情，然後去把它組合成我要的這個內容。那具體怎麼做？各位看一下這段，這個內容呢，就是在談說，我讓它去出現不同的內容，無論是立面圖、剖面圖也好，然後它現在在做這個事情，那它怎麼跟它來回對照？有點像是我們的 AI 跟這個 Eloka 上面的 AI 去對話完之後，它長出內容來，长出內容來之後呢，我們再去把它延伸成我們要的狀態。那我們到往下面一點，我這邊差不多就已經覺得說 OK， 他給我幾個方案了，好對照。那对照完之後我要做什麼事情？我叫他排版，你就讲我叫他可以排版，你要好好排，他就可以再開始排他的版。排完版之後我覺得可行之後，我們再做下一件事情，我就叫他準備跟我做下載的動作，因為我準備要讓他去做成簡報。你跟他講完之後，你跟他說你打算要怎麼簡報，對，哪些東西要做什麼處理，然後做什麼工作流，然後就出現這個內容。回到我們這邊來看，這邊就是我們剛剛跟大家講這個。那這個主軸呢，當然它不是一開始就這麼的厲害我們都看一下，它一開始的方案其實長出來像這樣這個其實是要訓練它。你看它一開始的方案看起來它還把你的圖壓縮了，這跟 Cloud 有關係它不了解什麼叫做比例的事情，所以我又跟他做了下一個方案，叫他小心重新處理。到了這個地方，他終於稍微理解什麼叫做彼此的關係了。但他這時候排版的模式還沒有到達我覺得好的地方，所以我一個一個版本跟他修完之後，最後獲得我們覺得比較理想，就是稍微感覺上比較完整的內容，比較好解說、比較好說明的事情，裡面的基地面積、分區、建蔽率、容積率都可以，然後他就可以開始做一些關鍵動作，然後做他各個樓層的處理。這東西就很規範在於你給他的簡報的內容，因為我們簡報的內容是可以做很多種處理的，你也可以給他案例，告訴他你的簡報該怎麼做。然後親自去調整它，這邊會去做它的一些重要的細節。我跟各位講，這個 Eloka 的主軸是要來跟大家講說，現在有 AI agent 的這個模式，它應該是完完全全不一樣，可以很有效果的在裡面不斷的加出我們要的內容，然後再去做我們想要的一些處理。那雖然有些頻道上的朋友就會說，這都不是真的，這都是假的，看起來都不可能可以用。我跟各位說，你的專業還是在你身上，你的厲害在你身上。你不會因為有這個 AI， 你的專業就消失，不會的。那這邊我要跟各位講，更好玩的地方在於哪裡？除了這個之外，我們這個創辦人他跟我講說，其實你可以把這個模型整個匯出到 Revit 裡，所以你看，它可以 export， 它可以選擇 Revit version， 它現在2024、2025都可以，然後它有分它的一些 trading paper 的內容，你就可以把 export 出去。那 export 因為它會花比較多時間篇幅，這邊今天的影片就不要讓太長，我們在會員頻道另外講。如果你覺得這邊這個影片不錯的話，記得去試試看。我真心覺得它改變了我們對於設計的認知。當然我必須跟各位講，真實的往後推薦給客戶看，你還是要親手去操作一些設計。我說的設計這兩個字，設計是解決客戶的問題，解決你跟他的溝通的橋樑，建立信任的這個所謂的互動的機制。這才是我們建築師、室內設計師可以做的最好的。